哎，你知道我姑娘在学校出风头了不？全南丁格尔小学都知道学前班有个茬子叫翟奥达，来自宇宙的尽头，家趁万亩的石油，脚踏京市的踏板，象征众志的难酬。最近我姑娘火了嘛，就天天放学的时候一堆小马仔跟着她，连家长们都在暗暗估算着翟奥达显赫的家世。因为啥呢？就因为他姥给他买这滑板车。这国外小孩吧，很多去参加舞蹈班了，早晨上学了，都是家长带着蹬这个滑板车去。俺家孩子也买了，但是就是很普通那种。你也看着了，伦敦这边孩子都买的这种简约车型。你看这停车场，买完2月呢，我们就回铁岭了。结果在铁岭的玩具城我姑娘第一次见识到了宇宙的绚烂和科技的浪漫。就从门口往里一走一排滑板车，咵咵咵一顿闪灯，完还唱歌。哎呦我这个阵势就卖滑板车的老板娘俨然就是个 DJ， 你就瞅她，来这排滑板车来唱，完这排滑板车就都唱，来这排大狗熊来跳，完这排大狗熊就都跳，咋还厉害不？来第3个粉狗熊来给飞个眼来，完这第3个粉狗熊就真会飞眼儿。哎呀妈，给我姑娘看的眼睛都直了，你知道不？完这老板娘看我姑娘孩子眼巴的也是可怜人，就直接放大招了。来上那个超级飞侠来超级飞侠来飞走位来转圈降落笑。给我姑娘看的真是就是嘎那了。完我妈就问她说：“小宝这不至于吧？咋震慑到这种程度了，失去语言了呢？那咋英国没有啊？”俺家孩子说没有。我妈说英国没有大狗熊。我姑娘说有，但是不飞眼儿。完我妈就质问我，就你待的是啥地方啊？这咋不会造玩具啊？我说这类东西本来它就大多数都是中国产的，而且国外的玩具了就游乐场了啥的，那酷炫程度跟中国那是没法比，就真是挺寡淡的。就咱们的心眼比他活泛这个事儿，我也不是第一次提起了。那加拿大冬天那冰灯，就咱说我姑娘都不爱看，直勾的不动弹。在英国我就想给她买这种就是连唱歌带闪灯这种 DJ 滑板车，我也买不着啊。但除非你是特殊有钱，那你啥都能买着。我妈瞅我一眼，也是一脸不屑呀。完就跟这老板娘说：“姐们来，给我挑个你家滑板车哪个最能唱？找亮灯色最炫的，唱歌嘴不倦的。我给我孙女带回去，让她撞撞脸。有会飞眼的吗？更好。”这时候我就发现我老公人咋没了呢？原来这位也被酷炫住了，在大厅的西北角，他干啥呢？他看着个恐龙，他看着挺炫的，就坐上去了。完事他发现恐龙的后脖子上可以投币，完我老公寻思就投2块钱，那可能这恐龙也就就这一叫唤就完事儿了。结果投完这2块钱，人家恐龙驮着他走了。哎呀妈，给我老公乐的就像那个小龙女驮春光灿烂猪八戒似的。完我看的时候家跟他加拿大发小黄大吉搁那视频呢。哎呦我走道这玩意儿哎还唱歌呢，厉害不？完俺们不就拎着这个可以12首歌曲无限循环的滑板车就回来了吗？完去年冬天的时候呢，我领俺家孩子去学芭蕾舞。完他这个教室呢是在一个古老的教堂的地下室。完我等他的时候呢，我就到楼上去看那个周日教堂培训唱诗班小孩唱诗，我就看他去了。我把他这滑板车就一折叠呢，就不小心把底下那歌那键子给打着了。哎呦我当时一首响彻天穹的拔萝卜，给整个教堂都唱脆了。完事，俺家翟奥达就在芭蕾界就这么出名了嘛就。那他是怎么在学术圈走红的呢？这不前段时间第1天开学吗？俺家孩子就拎着他这个铁岭豪车黑劳之拔萝卜幻影系列就上道了嘛。我本来寻思咱就低调点，要不然就用以前那个就不会唱不会闪那个就没啥功能那个吧。我老公说的，你低调你都对不起他姥，向他展示一下什么叫科技。完今年的情况不比较特殊嘛，就他们小学分4波入学，也就是说我姑娘上学那天呢，还有这个街区还有很多孩子搁家等着没让上学呢。结果他拎他的车就连蹬再唱还背唐诗，一上道，哎呦我的妈呀，吸引出来一干卖单的，跟赶集似的。那些没开学的孩子全被叫出来站门口在这看景。所以说嘛，就这2天就连中秋在国庆，整的我也挺想家的。完昨天我就问我老公，我说的就是咱俩1年没回去了，就中国你最想的是啥？他居然还深刻一把，居然没说锅包肉。他说我最想中国人活跃的脑筋和遍布一切角落的喜感。哎，你们知道吗？我家翟奥达在加拿大跟着爷爷奶奶吃饭，一天到晚就是跟土豆子较劲，土豆子开张熬个土豆汤，土豆子大吉怼个土豆泥。你说这土营养，这不逗呢？我对翟奥达这个成长发育我很担忧我就说要不然给孩子包饺子，起码饺子里边有肉还有菜，也算勉强做到个膳食均衡。我婆婆也听话，在网上搜的菜谱擀的饺子皮，但最后擀出那饺子皮怎么跟你形容呢？能当暗器，属于往人身上撇贴着喉管就毙命那种，老硬了。后来我说实在不行，你们可以去超市买点饺子。结果他一家人去的超市，买了3大麻袋冷冻的土豆馅饺子，还买了3大麻袋冷冻的蓝莓馅饺子。
一吃饭用微波炉加热5个土豆馅饺当主食，5个蓝莓馅饺当甜点。这个当初饺子的发明者呀，如果活着，看着他们买的这个脏东西，还管它叫饺子，都得拿着我婆婆亲手擀的饺子皮自刎，就谁拦都拦不住那种。完，他家全家都这样，就都是这种土豆狂徒，营养全不咋均衡。完，我就天天叮嘱我老公我婆婆，我说我吧挺担心崽崽像我一样的，因为身高在国外可以享受残疾人津贴，我不想让他享受这种资质，不是什么好资质。我婆婆的回答我都惊了，她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该多高多高，跟你家长怎么问也没有关系。我说，哎，Wendy，你自己看看啊，就你儿子自称1.8米，但体检的时候1.77.5米，写的明明白白。就这个身高在加拿大是不是属于加拿中？那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就我老公和他那俩妹妹不是一个爹。我老公的亲爹呢，确实是个儿比较矮，在加拿大属于就加拿大偏小吧。但是我老公俩妹妹的爸，也就我婆婆现任老公，人家1.92米啊。那他这俩姑娘难道不应该是说咱说出生就39的脚吗？但我这俩小姑子都1.6米，你说这是不是营养不太对？我说我们可没有你们那么淡定，就我小时候全家人瞅我不长个儿，瞅的都长个儿了。我爷当年还被人骗，给我买了一个增高玉枕，花了1000多，我睡了3年，枕头都矮了，我也没高。我爸首先质疑了他爸，就问我爷，你是不是被人骗了？我爷说，就何谈被骗呢？就算就是没长高，那肯定也是对这个营养吸收有好处。我爸说，一个枕头跟吸收营养有什么关系呢？那枕头里头缝的是唐僧啊，他晚上啃呢。我爷说，那你行你来。于是我就经常被我爸挂在单杠上嘛，然后他一整就是看老头下棋去了，给我落上边了。我穿一身红一动不动嘛。平时我被误以为单杠上挂的一条衬裤，过年的时候我被误以为单杠上挂的一挂鞭炮。哎呦我的妈，那也没长。反正作为中国家长，我肯定做不到外国家长那种就是心欢堂长，就爱多长多长。崽崽达回来，我得亲手给他做点饭，补充营养，再给他冲点雅培小桉树。因为想让孩子长个，你光补钙不行，光补不吸收，钙也进不到骨头里，补的跟钟乳石似的，还得有其他的维生素协同作用。小桉树里边的重点成分叫成长协作链，它是通过维生素 D 帮助吸收，然后维生素 K2 激活骨钙素，然后骨钙素把这个钙运送到骨骼才起到作用。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有自护力。小桉树是全球知名的儿童营养配方，有雅培100年的医疗健康品质，这里边有呵护肠道健康的菌源组合拳。益生菌咱知道是肠道的守护者，但是光有益生菌不行，益生菌得吃益生元才能活下去。补充益生菌加上益生元，才能更好呵护孩子肠道的自护力。还有32种营养素，眼脑体格一起高。关键是不加香精和蔗糖，不怕他吃完长他爸那体型。哎呀，不说了，我得带拿铁出去玩去了。拿铁最近开始自己走路了，我得培养他大长腿，争做就是铁岭5大镜。我儿子张拿铁，爸爸是加拿大人，但是一句英语不说，这个事儿到底是因为啥？我心中其实有个答案，但是我没跟你们说，你们帮我分析分析，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啊，张拿铁压根儿就没把他爸当爸，甚至他都没把他当人类，他一直把他爸当成了一个宠物。我是有一定论据的，你们跟我细品。你们知道张拿铁1岁半之前是在铁岭跟我妈一起住，在铁岭这片土地上啊，他不但没听过说整段英文的人，就连那种就说中文咔嚓就加几句英文，就让我们来 check 一下他 base 在哪儿，那类人他也没见过。然后突然间在拿铁1岁半时的一个初秋，他爸出现了，然后拿铁就从铁岭搬到了北京的一个新的房子里，在这个房子里就有这么一个白胖子。在拿铁的视角里，他不光长得不像个人类，他还不说人话，就一直在发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而在此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拿铁1岁半之前在铁岭的时候，我妈养了一条狗叫玲玲。玲玲的特点是白毛，很胖，爱叫，喜玩耍。然后拿铁刚认识他爸的时候吧，不管他爸叫爸，叫名。有一次骑着大胖雪脖子下楼玩，拿铁就看着旁边有俩小孩遛着狗疯跑，拿铁就拍了他爸一下头说：“快跑 ，Jimmy！” 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产生这个联想。但后来有一次，大胖媳妇带着拿铁到楼下小广场玩，一群孩子都带着他们的爱宠围在一起。拿铁突然回头看了他爸一眼，说 ：“Jimmy，握手。”握手。他爸也没懂啊，乐呵就握手了，以为父子关系在逐渐亲近呢。结果拿铁说 ：“Jimmy，坐。”大胖姐说：“啊，谢谢拿铁，爸爸在坐着呢。”我当时后背一身冷汗呢，我想说，该不会这孩子要的坐是用后腿那种的吧？哎，你们品是不是很有可能？当时拿铁心中的爸爸是一只前腿握手、后腿坐的爱宠。我就发现，其实拿铁对这个庞然大物啊，他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他选择和他相处的方式，完全是模仿我妈和玲玲的方式。玲玲胖，我妈怕她热，天一热就领她去那个宠物美容院，告人家说给搅光光，要不狗热。我家人都逗这个事儿，玲玲又要搅光光了。然后有一次在铁岭，我老公要去剪头，带着拿铁去的。我老公汉语不好，到那叽里哇啦说一堆，人理发师也没太听懂。结果拿铁直勾的看着理发师，给 Jimmy 搅光光。
小公公。我的这个观察和猜测啊，作为一个秘密被我尘封了。我觉得大胖媳妇如果知道自己老带着儿子下楼玩，其实是被儿子溜，心里可能挺难受。但也就1个月吧，楠姐跟他爸熟了以后，就不让他爸表演握手了，明白了那是爸，但是依然坚决拒绝用英语沟通。我跟大胖媳妇说，你如果想打破这个文化壁垒，那只有你把汉语学好，没别的招了。我说你曾经因为不说汉语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等你老了我再慢慢跟你说，你都行过去。你可以用我们的语文。这套书是新华出版社和猿辅导联合出版的，跟着新华社的文章，感受一下人家怎么用的汉语。听说现在还行，你跟着写作的书学学写，咋找灵感，咋动笔，咋用词儿。阅读书也把每周要读什么给规划好了。所谓嘴笨手笨，都是脑子里储备量不够，听不懂的直接老师给你讲。但是我发现吧，大胖姐确实是在学汉语，但是她复习知识点的方式非常另辟蹊径。比如她老接着诈骗骚扰电话，但是她就是不挂。人家说，先生，您在我们的平台上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提现额度，您如果下载什么什么什么，您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从而享受3年内免利息、减免部分贷款等政策。他就搁那哇啦哇啦说一堆，给骗子都唠疯了，诈骗犯都不适应了。这个用户不会是要给账号信息了吧？结果他这边呢，就跟咱们小时候练英语听力似的，他就逮着一个词儿听懂了。哎，我听懂了那关联词从而，你给我打电话，从而骗我钱，从而我报警，从而把你抓去，把你抓去。